灵苏县到都城，若是不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不过也就5、6日就能够到达都城。但这个档口刚下了大雨，又加上他们一路运送的全都是重量级的银子，行程自然是会被拖缓的。一路平安无事的走了2日，眼看行程快要过半，大家紧绷的那口气终于松了一半，再走几日就能够到达都城了。少卿骑着马，带着暗月阁的人从最后的位置赶了过来，眉眼间满是凝重。看到少卿过来，九月抬手让队伍停止前行，众人立刻有条不紊地卸下多余的东西，就地休整。户部几个官员每每看到九月这样子，总有种九月在练兵的错觉，但九月提到行军路上的一些建议都被他们悄咪咪地记录下来，只等回到都城，这又是九月的义功了。停下后，季青和季昭眠还有不少领头的官员迅速地集结到了九月的身边，而先头部队的2、3个斥候也全部都回来了。九月看向少卿，少卿点点头，直接就展开了地图。我们现在在这里，再往前走叫四风坳，是一个葫芦口。你的意思是，若是这一路若真的有人埋伏，那一定就是在那里了。前面那个位置易守难攻不说，很是适合埋伏。我们已经勘察过了，地面有扫尾过的痕迹，我们也是很仔细找了之后才发现的，所以前方必定有埋伏。这已经是他们勘察又勘察，谨慎又谨慎之后选择的路线了。若是我们现在出发，是不是会刚好卡在四风坳的坳口？是的，若是有人在上面推下去时，我们或许就全军覆没。先寻个地方休整，做点准备，明个天亮了之后再走。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只要过了四风坳，剩下的路途就会平安很多。然后众人立刻寻了个平整地开始休整。九月招来季有琴、季小丫和季小雨3个小姑娘。之前让你们找少卿买的药材都买到没有？买到了。熬了吧，熬2、3锅，然后让所有人必须灌一碗下去，逼着他们喝。之所以加这么一句，是因为这解毒汤药那滋味啊，真就是一喝一个不吱声。季青和季昭眠安顿好所有人，连忙过来帮忙。虽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能干什么，但所有人看着九月严阵以待的模样，都力求自己不能成为拖后腿的那个人。把银子和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部都围在正中间，所有人必须两两成行，不可以单独行动。营地很快就飘来了药味，闻的人直犯干呕。季青直接呕的眼睛都红了。九月，有心说这是你要他熬的，这到底是什么呀？九月把药丸塞到了一捆干草里面，随手扎了个干草花。解药。毒药啊？不是啊，就是让人手脚无力、意识模糊的。到底不在密闭的空间，这药的药效肯定会大打折扣。树叶，季青拿来披风，看见九月正靠在树干上闭眼，缓步走过去。这一路九月真是全程紧绷，季青感觉九月都有些瘦削了，真是心疼的不行。离九月还有好几步的距离，九月却眼睛猛地睁开，狠厉的双眸让季青的心都漏跳了一拍。虽然不合时宜，但九月的眼神真的好飒呀。季青看九月睁开眼睛，拿着披风走了过去，却见九月一下子站起身来，抬手就制止了季青的动作，直接半跪在地上，耳朵贴在了地上，只2息。要被包饺子了。季青面色一变，九月身边几个官兵立刻严阵以待，一个按一个的肩膀，不过几息的功夫，所有人都醒了过来。文官和银子珠宝什么的都被围在了正中间。季青和季昭眠只远远的看得到九月一袭玄色锦衣的背影，眸底满是担心。一开始所有人对于九月领导他们回城，其实还是有部分官兵是不服气的。九月就一小姑娘，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见过九月杀人打架的样子，但现在看到九月单薄身躯站在最前方，所有人看着那娇娇俏俏的小郡主，不知怎的心都揪成了一团。哇哇哇！有人骑着马，甩着火把和刀剑，猥琐的笑着直奔这边而来。闪！只听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燃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干草堆。不大会儿，滚滚浓烟随着寒风四散，
浓烈的恶臭让在场的不少人想起了下午那碗汤药，真是太臭了。杀！所有人浑身一震，感觉浑身的血液突然就热了起来。四面八方的敌人应对应的厮杀，一抬眸就见九月犹如离弦之箭一般，飞速地窜到了先头到达的几个山匪面前，刀起头落。咋了呀？哎，太远了，看不到啊！杀呀！杀！前仆后继的山匪被绊倒在绊马索前方，那药烟不只能让人四肢无力，马也是一样的。黑压压的官兵被四面八方包围之时，明明看起来就像是处在劣势，但现在从被包围的内部黑压压的往外蚕食，犹如龙卷风，转瞬间席卷所有。九月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架势，那砍人头就跟砍西瓜一样的模样，简直是让人又怕又觉得热血上头。官兵真就一边杀人一边给自己洗脑啊！那是我们的郡主，不是魔鬼。那是大齐的郡主，不是罗刹。那是保护我们的郡主，不是来杀我们的恶魔。黑夜沉甸甸地压在山匪的心头，他们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本想着一群少爷兵，一群文官，那几百万两的银子，那简直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嘛。谁知道从中冲出了一个杀神，有在最外围的山匪胆怯的就要往后撤。杀上头的九月随手扯过了一匹马，哇！所有人的头皮猛地一下就炸了。这是九月发出的声音吗？一个人简直像是出现了千军万马。几个被九月追上的山匪真就浑身的汗毛直立，鸡皮疙瘩蹭蹭蹭的，仿佛身后追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鬼。到最后，从山匪追着他们要打要杀，变成一群文官在后面追着道：我们还在这儿呢，我们还在这儿呢！郡主，我们还在这儿啊！大家都杀上头了，眼看再追，那身后的文官和银子就要失去保护了。九月凝视着不远处，那一看就知道是头头的男人，还穿着小皮裙，你礼貌吗？小皮裙是你能穿的吗？不能忍，尤其是穿着小皮裙的头头更不能忍。九月掂了掂手里的长枪，一只手拉起缰绳，另一只手把长枪当做了标枪，就这么朝着那穿着皮裙的头头扔过去了。只听咚的一声，头头连人带枪被钉在了前方不远的一棵大树上。身后的官兵火急火燎地救下了几个山匪。没办法，再不救几个就被团灭了。就郡主这杀上头的架势，全死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的老窝给全端了呀？季有琴三个小姑娘手软脚软，吓得直哭，但就这模样了，那还一边哭一边从药箱里拿药给大家吃呢。要坚强，不能哭，不能被二嫂看到我们不成器没有用的一面。不成器没有用的，会被淘汰的。季青和季昭眠对视一眼，吐了。季维洲抱着季周野的腿，没办法，他真的腿软的站都站不稳了。季婉乔险些直接一股脑吐在了季维洲的头上，好在强撑着偏了下头，然后三个人就吐成了一团。但很快，兄弟五人骨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没一会儿，所有人就看到季氏兄弟在疯狂的刨坑。这里离官道不远，虽然说这些山匪该死，但是经过这儿的都是老百姓啊。就这场面，真就吓死一个少一个呗。等九月和官兵们赶畜生一样的赶着剩下的山匪回来之时，整个营地有点诡异。九月蹙了蹙眉头，一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实则个个君子六艺学得嘎嘎棒的文官们，老的少的都在营地边缘撸着袖子疯狂的刨坑，就好像这里在进行什么神秘活动，简直可以称之为大奇奇闻了。震惊震惊！该处理伤口的处理伤口，还有人在清点押送的东西是否有损失，主打一个忙忙碌碌的各司其职。九月的职责就是负责睡。九月闭眼假寐之时，听到了啜泣声，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几个跟他一起浴血奋战的官兵正围在一起，
不知道在干什么呢。九月起身走过去，季青瞄了一眼，从行囊里翻出了九月的药箱。原来是这人被山匪的狼牙棒撕扯到了身前的皮肤，就那鲜血淋漓的血肉模样，甚至连一块好皮都看不到的模样，深可见骨的伤口，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人必死无疑了。郡主，此起彼伏的叫郡主的声音，是这群官兵发自内心的对九月的认可。少卿一开始还担心旁人看到九月这模样会惧怕他，甚至是诋毁他，但当少卿看到所有人眼眸底不自觉的敬畏之情时，少卿明白了，当你站到一定的高度之时，所有的诋毁、谩骂、嫉妒都会消失。谁敢说丰元帝在位第10年时，天子一怒服尸万里，那直接杀了上千人的那个大案是错的？谁敢说丰元帝残暴嗜血？不敢。就如主子如今的模样，谁敢诋毁一句，他杀的都是该杀之人。躺在地上的小兵已经开始在气若游丝地交代后事了。有同他交好的小兵双眼通红。九月蹲下来，小兵疼的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但却还是坚强的要把自己埋私房钱的地方交代给同僚。本来还准备留着买酒喝，如今就是喝不成了。闭嘴！随后九月手搭在小兵的手腕上，诊断了一下之后，抬眸找工具，就见季青抱着他的药箱赶到。四目相对之时，九月惊奇大过于疑惑，这人竟然知道我要药箱，简直是肚子里的蛔虫啊！随后九月让人准备了烈酒和温水，没办法，就这消毒条件了。擦洗是不可能九月动手给他擦洗的，九月抬手就先扎了几针止血。季青和随之赶来的季昭眠等人立刻各司其职的开始给九月打下手。冀州野三人动作快速且精准的给九月搭了个露天棚子，季有勤负责给九月递各种镊子、剪刀、线，季小丫在一边捧着个锦帕，小心翼翼的给九月擦汗。季青和季昭眠给躺在地上的小兵擦洗身子，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了过来。这四方敞开的小棚子挤满了人，离得近的只看到九月上下翻飞，像是在跳手指舞的修长手指，血淋淋的，明明很是可怖。但随着九月的针线镊子缓缓移动，明明可以说是没有一块好皮的小兵正缓缓地被缝合了起来。九月神奇的手指把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给缝了起来。这人的运气是真好，这伤看起来严重，实则全是皮外伤，没有伤到五脏六腑，骨头也没事。九月站直了身子，揉了揉肩膀。季青很快走到九月的身后，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的，抬手就给九月按摩肩膀。如何？我和阎王爷抢人的本事还是很强的，我出手没有抢不回来的人。今晚多注意点，不发热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碍了。九月的一句没有大碍，直接硬控了在场几十号人。这人被随军的军医还有御医都判了死刑，结果九月缝缝补补的，就把人给救回来了。郡主不仅武功了得，医术更是十分的了得呀！真是福家福。御医走过来，看到九月的医术，在抬手给小兵把脉，心里的震撼简直是超过了所有。要是郡主这一手能够得到推广，在战场上能活下来多少人呢？李御医简直是不敢想啊，满含热泪，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微微颤抖。九月正洗着手，扭头就看到了一个老头对着他眼泪汪汪的。怎么个事这是？李御医看着九月扭头看他，匆忙擦了一把脸上的泪，再度扭头，还是眼泪汪汪的看着九月。您老这擦了等于没擦。看着人不说话。干嘛呀你？求郡主传授缝合之术。老臣曾是随军的军医，后进入的御医院，战场之上的士兵多有此类的伤痕，但因为我们的缝合之术同郡主的很不一样，所以救下来的人寥寥无几，更遑论是创口如此之大的伤痕，拿在我们手里可以说是必死无疑。李御医想要学习缝合之术，是准备如何？再上战场
岂不说你的年龄摆在这儿了，你学会了又当如何？李玉一额头紧紧地贴着地面，季青侧着身子，以他的官职和身份，可受不起李玉一的跪拜之礼。小齐大人，老臣并不是说要郡主传授给我，而是求郡主能传授给军中的军医。季青长出了一口气，看样子这李玉一并不是为自己，而是真切的为了战场上的官兵考虑。因为处理尸体和休整的原因，众人在四峰坳前待了整整1天1夜，再往前走1日就到平泰县，这里已经离都城很近了。众人在县城外的一个空旷处休息，没有直接进城，一路过来的种种让人不敢轻易的进城。9月语出惊人，看着几个愁眉苦脸的官兵，刻意压低声音，阴恻恻的道：你们说黑虎寨真的只有200人了吗？你们再猜猜，我们杀的真的都是山匪吗？兵部领头的官兵愣了一下，这里离京郊大营不过1日路程，区500人的黑风寨，说句不好听的，京郊大营的人一人来吐口唾沫都能把他们淹死。但户部的官员说，平泰县县令要人要营要了3年了，没有大范围的剿匪过，上面有人制止了。为什么呢？众人沉默不语，进城还是不进城，大家都在等着9月拿主意。原地扎营，明儿一早启程，直接回都城。士兵们的脸色有些失落，毕竟山匪赏银一般归直属县城管，这笔银子看样子是拿不到了。9月看了一眼他们，知道这种明明银子就是自己的，就在自己眼前，最后却一个铜板都拿不到的感觉，那是多么的难受啊！放心，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户部不是有官员吗？让他们给你们统计统计。还郡主大气！少卿一脸凝重地走向9月的身边，这脸色一看就是有事儿啊！怎么了？要不我们？9月瞥了一眼，得，一看少卿这脸色呀，肯定是觉得这事儿光是和他说的话，他肯定不一定想得到。叫吧叫吧。季青和季昭明很快走了过来，季家人经常扎堆，旁人也没多说什么。东家，我仔细的想了想关于平泰县城的事情，只想到了一点，曾经的二皇子楚耀府上曾经有4个小厮，那采买的牙人是平泰县的。这会不会离太远了？总不至于一个牙人是平泰县的就和二皇子扯上关系了吧？不至于吧？宁错杀不放过，荣家的背后肯定有人，但现在皇上那边具体是怎么调查，调查到了哪一步，我们尚未可知。若是平泰县跟黑虎寨真的与楚耀有关系，这也并不是不可能。宁错杀不放过，值得好好的查一查。9月垂眸不语。怎么了？若是觉得麻烦，我们就不查了。本来也轮不着我们查，你别太在意了。啊，没有，我就是在想，若真是和楚耀背后的人有关，这么大的案子又有我一公在里面，陛下得再奖励我什么呀？都送无可送了。神啊，果然还是不能太优秀，都没给别人留条道了。是这个理儿，毕竟优秀嘛。你这个恋爱脑，你别太离谱啊你！把安远阁的人塞下去，旁的不用多管，就多捡点舌头就是了。捡舌头就是他们的日常，打入老百姓当中去探查消息，不是真的要去捡舌头。现在我们还运送着这么多的银子，带着这么多的文官，不宜将此事捅破。毕竟9月惜命，也不想拖着一串拖油瓶大开杀戒，省得又像前日，他在前头杀人杀兴头上了，马都跑出去了，身后跟着一串怕被抛下的文官，个个挥舞着衣袖。还有我们呀！想想那画面都无比的惊恐。而季青和季昭眠则是开始在官员中旁敲侧击的询问。问什么？哼，当然是问这些年平泰县剿匪的事儿了。到底是被谁给压了？京郊大营离得这么近，为什么连消息都收不到呢？这不是明晃晃的有人欺上瞒下吗？肯定是几个衙门内部都有人在参与此事。季青和季昭眠去调查去了，然后9月就在一边磨刀，还是那种最重的重刀，刀身又大又锋利，光使用刀背都能够把人给敲死的那种重刀。这么多的官员，少卿的脑子里也装不下那么多的信息啊。就算其中真有1个2个
和平泰县城一事有所勾结的，这会儿也没法判断出来，还是要回去抽丝剥茧的查看。但是9月这半夜磨刀，阴恻恻的眼神缓缓扫过每一个人，那心理压力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反正不管如何，这件事在押送贪墨银两之后，怎么都会被提上日程。毕竟杀神9月在这儿呢，被他捅破的事儿就没有不闹到御前去的。9月直白地告诉了所有人，我不相信你们。回到都城之前，任何人禁止和除却在场的其他人接触。他让所有人10个人一组，互相的监督，然后安排了几个小队长，每个小队长管理3、5个组，连去出个虚功那都必须得3个人一起。季家人除却季青和季昭眠，连季小丫都成了小队长。几人生怕自己睡着了被人钻了空子，要是被人通风报信了，那9月能生剥了他们。面对这种情况，当然有人不服了，但一听到9月在那精神亢奋的磨刀，再多的不服都没了。9月起身，缓步走到了一队小兵的面前。皇上怎么说？郡主，您在说什么呀？属下听不懂。哎呦，得吧你们几个不是鹰眼的人？4个小兵同时有些震惊，没人能在人群中找到鹰眼的人，他们隐藏在各行各业，甚至隐藏在军营和护卫队禁军里面，这是第一次被人抓出来。行了，此番士兵官兵300多个，我为什么能找到你们4个，说明我心中有数。郡主恕罪，陛下是派我们来保护你的，并非是要监视。我知道，我不在意这些。皇上可有说平泰县的事情如何解决？海东青已经出发了，最迟明日午时就会有结果，还望郡主能够拖延时间，在午时。不用拖延，明儿个有客，怎么的不得招待个午饭吗？有客？哪儿来的客？您不是担心有人告密，不准陌生人和在场的官员士兵接触吗？9月懒得说明原因，他们这么一大队人马处在这儿，平泰县县令今日晚了可能不会来，但明日一定会来。丰原帝看着鹰眼的人送来的密信，本意是让鹰眼的人保护9月完好无损，结果呢，变成9月保护他那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官员们。丰原帝觉得自己的老脸都肿了，莫名的打了个寒噤。这9月那小崽子的性子，指不定怎么在心里嘲笑朕的那帮官员们无能呢。看到鹰眼所说的平泰县黑虎寨的匪患，丰原帝目光如炬。好啊，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看样子不少人都以为朕是真的要死了，越发的不把朕放在眼里了。李丰站在一边看着丰原帝，这是风雨欲来的前兆。李丰莫名的想起了丰原帝上位后的第10年。天子一怒，伏尸万里，此番怕是也不遑多让了。鹰一鬼魅一般的出现，在去京郊大营一趟，朕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随后丰原帝拿出了一块令牌，这个给9月，可以直接指挥京郊大营5万大军。京郊大营那可是都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就这么给了9月？陛下，这9月没有行军打仗过，如何能够拿京郊大营的指挥权呢？无妨，给他就是了。按照那个小崽子的性子，没准还觉得麻烦，还不如分他2箱珍珠来的痛快。安排人去接应他们，将银两押回来，用最快的速度。明日午时之前必须赶到。你就在那儿协助9月，就地调查随行的所有人，把这件事了了。回到都城的所有官员，必须和平泰县一案无关。非常之时，杀1、2个儆侯。至于都城内的调查，鹰7、鹰8、鹰9，还从北蛮回来了吧？是。众人迷迷糊糊的一早醒过来，看到9月从驻扎点外走进来，边走边和少卿讲话，而身后明晃晃的跟着4个脸戴金色雄鹰面具的人，有几个官员腿瞬间就软了。9月双眸噌的一下就飞了过来，薄唇微张，笑得眸底微辛。这不就来了吗？鹰33等人本不想暴露身份，但9月说了，既然已经暴露了，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露出来。况且这个档口，9月也需要丰原帝让他狐假虎威。鹰眼是皇上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如今这把刀9月也能够使用，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让鹰眼的人戴个面具露个相，这威他就已经直接立起来了。从刚刚跌倒的几个开始吧。鹰三三点头，没多大一会儿，大理寺的人就把人给带过来了。9月端坐在最上手的位置，季昭民看了一眼9月。9月的武力值高，但是不爱动脑子，此番问询有可能是要无功而返。我们什么文书资料也没有，更遑论是证据了。这又如何撬开这些人的口？而且这其中还有2个是4品官员，当官的年限比我们的年纪都要大呀。帐子里只有被问话官员恼羞成怒的怒喝。其实9月除了知道一个名字外，对这兵部的官员根本就不了解，连个切入点都没有。9月眉眼一弯，看着那王大人，就聊个天，你激动什么？郡主，老臣敬重你是郡主。王大人在兵部待了多少年了？20几年了。哦，那王大人平常主要是干什么？平太县剿匪一事，王大人知道吗？哦，知道啊。那你在其中是哪一环的？选人、派人、下发命令？哦，选人呢？我没。选人看什么？户籍、长相、身高、肤色、样貌。看样貌啊。9月一句句的在问题，跟自问自答似的。季义清在9月问出第一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纸。季昭民一看，惊讶利顺，连忙加入到记录问话的队伍中来。其他人虽然不知道9月在自问自答什么，但随着9月的问题越来越多，王大人的冷汗哗啦啦的直往下掉啊。山里有什么？送来的人都去哪儿了？私兵？原来你们是要造反呢。王大人已经瘫在地上了。我明明就什么都没说呀。他不明白呀，9月为何就问了他几个问题，就越问越接近真相，到最后直接推断出了所有的真相。王大人软在了地上。怪我。9月在暗月专门学习过的，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人，他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从而知道目标人物的所在，最快速的完成任务，所以学的都是干货。听见王大人叫9月怪物，季义清抬脚就是一脚，只把9月给看乐了。生什么气？这世上多的是人有相面之威的本事，你自己心里有鬼，不回答也能从你的脸部表情看出一二，还敢诋毁郡主。王大人很快就被拉下去了。谁也没有料到9月什么都没有，凭着一张嘴就直接找出了2个人来。谁说我什么都没有？那月哥是吃素的。接下来进来的是大理寺记录官正6品。大哥，做记录官怎么样？季昭民眼睛瞪大，真觉得自己浑身都发软了。一直都知道9月语出惊人，谁知道他语出这么惊人？谁家不是自己私底下暗戳戳的找关系行动啊？谁家要把升官发财摆到明面上来呀？还说得这么义正言辞。 9月如今做事沉稳了，都问询了几10个人了，没动手，都满脸不耐烦的也没动手。好，我心甚慰，我心甚慰。然后所有人就看到9月站起来了，从腰带上抽出了一根几寸的银针，针尖蹭蹭的直冒寒光。是你自己说，还是我动手之后你再说？哼，郡主这是要屈打成招吗？还是要给季大人腾位置？就一个小小的记录官，还值得我动手？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吗？猖狂，太猖狂了！死去的人依然死着，我娘子可真帅。但所有人都想不通，平太县的事是怎么和大理寺记录官扯上关系的。9月笑了，一脚踹在了记录官的腿上，紧接着9月的银针唰的一声就亮了出来，只听见一声骨酸的声音，银针咔咔咔的直接从脑顶没入，随着银针的刺入，惨叫不绝于耳啊！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九月要开始问话了，却见九月的手猛地扣住了记录官的下巴，只听唰的一声，记录官的脸皮被扯了下来。那不是脸皮呀，是人皮面具。哦，不对，人皮面具也很恐怖啊。大理寺的人脸色都白了。记录官是什么时候被换的？我说。九月面色不改，他有100种方法让人开口说真话，这个是比较快捷方便的。等人终于被弄下去了，众人还沉浸在刚刚的震撼中。有大人颤颤巍巍的道：郡主，您这是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简单啊，这平泰县有一队私兵，是专门养来更换大齐武官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是，怎么事情的走向越来越惊悚了？你们好好的看看想想不就知道。兵部户部选参与剿匪的官员都是从微末小官选的，每次用剿匪的名义将这些小武官给弄来剿匪，然后寻个理由说上2句他们太狡猾了一类的，把小武官给换了，悄无声息的让这些人渗透进了各个军营。因为每次剿匪的损失都不大，百姓又告不到上面去，平泰县的县令根本就不会让这儿的人有出去的机会，所以上面想追究也不好追究。当然了，主要可能还是上下一体，陛下和很多高位的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毕竟在大家的眼里，这就一个小小的土匪寨子，谁会放在心上？每年找个100-200人和平泰县的守军一起围剿一番，换掉其中的10几个人，这次可能围剿了，下次又死灰复燃了。所以有问题的平泰县的县令，主管平泰县安防的驻军、兵部的、吏部，这么多年，谁知道军营里有多少他们的人？掌握各个军营的目的，除了造反还能是什么？那些原本的人呢？谁知道呢？也许死了，也许有别的用处吧。毕竟这么多人，哪来的银子养？深挖下去，有意外之喜也说不准。九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简直是让所有人感觉脑袋上的乌纱帽不保。这是制度的漏洞，几年了，被人换了至少上百人，而他们全然不知，上上下下又牵连多少人。三三啊，我们的客人到了。殷三三掩在面具下的脸扭曲了一下。自从九月知道他是殷三三了以后，就一直叫他三三了。平泰县县令陈安木站在驻扎点的门口，心里隐隐的觉出有些不对劲儿来。这个驻点的架势不像是只待1晚上的。在人群中想要找到自己相识的那几位，却只见领头的一个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小姑娘正笑眯眯地看着他。陈安木条件反射的咧嘴，也对着这个人笑了笑，惹得九月身后的一众官员士兵嘴角都抽了抽。这人真是单纯的可怕。没有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陈安木也不好再仔细的去看了，以免太过于明显，让旁人瞧出来个什么。九月轻声对着身后的殷三三道：有吗？殷三三和身后的3个鹰眼的人对视了一下。没有。那看样子被换的人数并不太多，还算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要真是大齐半数5品下的武官都被换了，可以说是灭顶之灾。陈安木眼看所有人都站在那个小姑娘的身后，隐隐有以小姑娘马首是瞻的意思，立刻明白了过来。这人约莫就是丰原帝新封的旭玉郡主了，大齐独一份的民间郡主。臣平泰县县令陈安木参见郡主。九月眉梢微挑，不叫人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就只是站在那儿，居高临下的瞧着陈安木。郡主远道而来，臣此前并未收到消息，所以有所怠慢，还望郡主恕罪。这是要给九月上眼药吗？说什么并未收到消息，这不明晃晃说是因为九月没有事先通知，所以才没有来迎接吗？若是九月没有听懂，倒是也还好，可若是听懂了，这人怕是要有来无回了呀。不恕又如何？什么不恕？这不就是个委婉的下台阶的话吗？谁会把这种话当真啊？那叫寒暄。巧了吗？不是，若是这世上真要把寒暄当成真的，那九月绝对是头一个。郡主。陈安木微微抬眸，迎上九月眸光的瞬间，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这小丫头怎么感觉有些诡异？
这里好几个大官当官的年限比这个小姑娘的年纪都大，但个个似乎都姓魏多过于其他。一个民间郡主，真能这般得人心？况且还是个女子。陈安木冷汗冒了出来，他好像先入为主了。臣真的并未收到郡主的任何消息，此番行动又是绝密的，所以臣也是昨夜收到守城的士兵禀报，才知道郡主竟带着人在野外驻扎，臣有罪。这县令疯了不成？没看到我们都怕得要死了吗？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忘记上眼药？你以为这些话传到陛下耳中，陛下会说他几句不是？九月半点不客气，直接一脚踢在了人肩膀上。陈安木被踹懵了，人还未跪稳，九月的脚又上来了，直接踩在了他的头上，硬生生的将他的头压在了泥地里。九月的脚直接踩在了他的脸上，耳边只有九月恶魔般的低吟：你在教我做事？郡主折辱臣，折辱朝廷命官，是真当这里是都城，由得你作威作福吗？老臣一定会上书尽数告知陛下，求陛下还臣一个公道。果然是干大事的人。陈安木带来的几个护卫牛高马大的，血别见到我这儿来了，脏得很。话音刚落，殷三三和剩下的3个鹰眼的人蹭蹭蹭的亮兵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安木就大叫了一声：不！三三，你看，我们的客人只剩下1个，中午可以少做几个人的饭了。这是客人？九月正想从陈安木这里问点东西出来，守卫就来报说鹰一到了。他来干嘛？鹰一详细的说明了丰原帝的意思，然后小心的偷看了一眼九月的表情。真就一桩事还没结束，另一桩事又来了。九月之前觉得丰原帝是大齐的牛马，这会儿突然发现他被丰原帝的糖衣炮弹腐蚀了，成了丰原帝的牛马了。九月看了鹰一眼：你说我现在躺地上转着圈的撒泼，能先回去吗？应该没用吧。郡主啊，陛下不在这儿，您甭说撒泼了，您就是转着圈的上天，陛下也瞧不着。九月表情空白了一下，忘记了这一茬，一股邪火发不上去了。九月看了看鹰一，对着鹰一招了招手。鹰一到底和九月相处的时间不算短，一看九月的表情就知道这人要干嘛。殷33、殷22、殷39、殷48，进来！鹰一来不及解释，抬手就挡住了九月的一击，震得他差点吐了口血。帮忙，我打不过，一起上，别伤了郡主。没想到九月的武功竟恐怖如私到同时和他们5人对打，也丝毫不落下风。有官员想要上前去劝架，季青匆忙拦住。九月一般不会跟鹰眼的人起冲突，而且九月武功好，鹰眼的这几个人绝对不是九月的对手。所以说现在还没有人死掉，说明九月是留了力的，那就不是打架，是在切磋了。更或者九月是在泄火。看样子平泰县城的事情交到了九月的手里了。哎，这样也好，如今的都城恐怕是腥风血雨，若是我们此番回去，九月算是个始作俑者，总会有消息灵通的人知道是九月把事情给捅了出去的。而如今九月怕是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此番回去肯定会有刺杀，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差好好的做个准备呢。那边打得如火如荼，季青将少卿叫来，是否将安远阁所有武功高强的人调到九月的身边来？是。他阅历到底不够，所以很多时候季青的决定对少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谁知随着鹰眼的人和九月打得越来越厉害，众人无不胆战心惊。九月真的是太强了，直到小半个时辰过去了，九月收手，这邪火出了，鹰一和鹰3等人立刻跪在地上。郡主，起来吧，挺畅快的。青椒大营来了多少人？谁领兵？鹰一也不想九月太过于招摇，引着九月进了另外一个帐子，然后将令牌递给了九月。陛下的意思是，金郊大营此番来了3000精锐，500人负责押送银两，还有经办蒋侍郎贪墨案的官员回去，剩余的2500人归您统辖，全都听您的。他从不知道丰原帝会信任他至此，
要知道，这里离都城只有2日的路程，若是他有什么不臣之心，就这2000多人就能直接打到都城里去。刺杀暗杀我不在话下，但领兵还是算了。风元帝真把我当蒙眼的驴使了，蒙着眼就知道赚了。我不行，你们想法子通知陛下，2500的精锐可能不够。郡主的意思是？大哥，这气沉丹田的一句，险些让正在整理口供的姬昭眠从凳子上摔下去，手里还拿着毛笔呢，提着衣摆火急火燎的就朝着外面跑去。我在这儿呢。挺好的，挺好的，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九月训练吗？大家一起才有意思。九月让姬昭眠好好的和英一的人说说，这小半天他们都干了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英一听到最后都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表情来看着九月了。风元帝当初说九月是福星，九月真的是大齐的福星，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就在离都城不过2日的平泰县。有一伙叛军，人数不知，武器不知，若是再等上2-3年，一旦这叛军形成，秘密潜入都城，那后果不堪设想。此事关系重大，郡主已经抓住了平泰县的县令，但肉神的县令久久不回，我们又得不到任何的线索，恐怕只会打草惊蛇。若是他们真的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出去都城，那我立刻给陛下发消息，都城那边全面戒严。但是这边，英一，你也瞧出来了，杀人我在行，领兵我真的不行。谁要去领兵啊？若是我万一真开发出了这个技能，风元帝那个老登以后用个什么我想要的萝卜吊着我不得屁颠屁颠的去当牛马呀？坚决不要！我可不会领兵，真的不会，不要开玩笑。英一立刻把这边的消息用海东青传了出去。英一，准备一下，等青椒大营的人到了之后，我请他们吃烤肉。英一疑惑的应了一声。做鹰眼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执行，不管命令有多么的离谱，京郊大营的人约莫入夜时分全部到位。9月让所有人尽量集中在空地上。陈安木被捆着，旁边拢了个火堆。9月站在高台上，黑曜石般的双眸扫过底下乌泱泱的士兵，然后转向了陈安木。我要名单。郡主在说什么？老臣不知郡主今日是要做什么，随意给臣扣上一个罪名，说些不知所谓的话。怎么，就因为臣没有大刀阔斧的欢迎郡主来平泰县，郡主就如此行事？好大的官威呀！郡主可有把陛下放在眼里？到这个时候了，陈安木还不忘给9月上眼药。9月笑了笑，手里把玩着他最爱的手术刀。平泰县有座山，名云来。京郊大营的人都疑惑地看着高台上的9月，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郡主在说什么？臣不知道。武城兵马司杨立安，兵部主事前来。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要名单。陈安木咬着牙不说话。9月转头看向看台下黑压压的士兵。大家千里迢迢来这儿，想必其中有些人已经知道事情暴露。我在这儿允诺，若是有人主动出来说了，过往种种犹如过往云烟，烟消云散。但若是被我查出来了，那我就赏大家一顿烤肉。郡主说的当真？当然了，今日我就先赏陈县令一顿烤肉，请他好好的吃一顿。火光摇曳，9月把玩着手里的手术刀走向陈安木。除衣。殷三三等人立刻将陈安木的外套和中衣给脱掉，只留下了一条小裤。你9月的手术刀轻轻一别，直接将陈安木胸前的肉给片了一片下来。陈安木惊恐地看着9月，9月笑着，手起刀落间，4-5片肉被片了下来。陈安木痛得闷哼，但尚且还算是能忍，这不就是凌迟吗？吵！英一立刻把陈安木的嘴巴用布条给堵上了。众人以为这就是全部了，谁知9月的技术实在是好，刚刚铁签子上的肉啊，这会儿已经泛着烤肉香了。9月走过去，把铁签子拿起来，然后走到陈安木的面前。陈大人，吃块烤肉，肥瘦相间，好吃的紧。
有些承受能力差些的，光是看到九月拿着铁签子往陈安木的嘴边放，他就已经在吐了。陈安木被捆在木桩子上，眼见九月逼近，头死命地往后移。莫动，血流多了就死得快。我好久没骗过1000片还不死的人了，正好你这体格子骗个上千片不成问题的。陈安木一个不察，那泛着烤肉香的肉片就这么直接滑进了喉咙里，然后就听到了呕声一片。吃！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可是陈县令身上的肉，可不能便宜了旁人。英一蹙了蹙眉头，有一说一，他也想吐。同九月待一起待久了，真就见天的增长见识呀！这是一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摧残，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我说。哦，可我已经不想听了。英一和九月对视一眼，然后开始快速记录陈安木说的人名什么的。季青将锦帕递给了九月，九月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指间的血迹，漫不经心地问季青：“怕我吗？”不怕。所有人都可以害怕九月，他不会。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旁人只看到九月的残忍，季青脑子里却只有九月一人双刀立在所有人之前，挥舞着长枪将300多个人护在身后。就算现在做的这件事儿，也是为了挖出隐藏在五官中的细作，保护的是整个大旗。所以我为何要害怕？有什么可怕的？方法嘛，只要有用就成，过程不重要。九月转身看向高台下的士兵，怕又如何？怕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既然被我喜欢上，那就只能算你倒霉，一辈子被我缠着了。陈县令不行啊，才800多刀，有点让我失望呢。我等着你们中的某些人，至少得骗个1000片，别让我失望。话说完了，九月提步下了高台。英一进帐子禀报：此番督办蒋侍郎贪墨银两案件的所有官员，已经全部都盘查完毕。放他们回去吧。是，陛下派了沈将军前来。那沈将军怕是都60多了吧？真是个老当益壮，60多了还能上战场。沈将军将沈小五一并带了过来。沈宗生，虽说沈宗生现在可以走动了，但时间却也不宜过久，更别说骑马什么的了。怎么把沈宗生给带来了？武少将军用兵如神，就算是不能够上战场，那就是坐镇大后方，也能让人安心不少。随便，晚上我要出去一趟，让鹰眼的人跟着我。是。还有，京郊大营的人还是按照我之前的说法，宁错杀不放过。九月说的是10人一个小组，互相监督。若是其中1人出了问题，另外9人连坐，谁有那罗马时间天天盯着他们？自己盯着自己吧。入夜，到了出发的时间，九月翻身坐了起来。他的时间观念极强，在现代执行刺杀任务时，都是以秒来计时的。九月刚起身，季青就顺势坐了起来。九月。九月嗯了一声，转过身来，灯火绰绰下，看着季青真是赏心悦目。九月俯身扯着季青的衣领，就在他的嘴上吧唧了一口。要小心些。或许他想说的并不是小心些，而是能不能带上他。你怎么这么招人稀罕？九月再度转身，没有一丝留恋。季青的手在被子上攥了攥，根本不可能再睡着了，干脆起身拿起了帐子里案几上的案牍看。九月在外奔波做事，季青没法陪在他的身边，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这堆得像是山一样的案牍中寻找蛛丝马迹。这次的事情不同于以往，一切都是未知的。若是对方的人数太多，九月还能够全身而退吗？季青心揪成了一团，只能强迫着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力求让九月能够轻松些，哪怕只能轻松一点点也是好的。一路走到天亮，前方探路的鹰一突然比划了一个停止的手势，瞬间身后的所有人立刻就引入了林子。鹰一单腿跪在地上，在地上探查了又探查，而后起身往不知名的地方轻唤。郡主。九月从树上下来，落地无声。如何？应该就是了。要等到入夜吗？
再往前看看。众人不再言说，除却中间停下来休息2顿饭的时间，直接走了个对时。12个时辰，越过前方的一个土坡，九月突然制止住了所有人。到。九月迅速地爬到了树上，鹰眼的人也各自寻到了树上。前方只有点点火把的亮光，但他们离得实在是太近，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些衣衫褴褛之人是老百姓，运送的筐子里是不规则没有熔炼过的银。好家伙，这里竟然有一个银矿！在离都城不过2日距离的平泰县，有一座出产量看起来还挺大的银矿，而身在都城的丰原地被人堵住了耳朵，捂住了眼睛。这次事件怕是要牵扯到3品以上的大员了。倒吧，多倒几个，给我家季青腾个位置。哼，难怪一路从苏宁县到平泰县的路上，好些个村子都不见赵王令，家中只有妇孺和老人孩童，感情都在这儿。大晚上的，鞭子抽打的声音不绝于耳，但鹰眼的人和九月都只是看着，没办法，周边的守卫有些多了，外围20人一组，时不时就有人巡逻，越往矿洞方向，守卫的人越多。5人一组，每组配备1把火铳。鹰一甚至在最外围的空地边上看到了战场上才会使用的火炮，虽然只有2架，但威力奇大，难怪外面没有那么多的岗哨。这里这么大，少说护卫加起来不会低于1000人，再加上干活的百姓，九月头疼的捏了捏眉心。郡主，现在咱应该怎么办啊？九月睨了一眼鹰一，若是按照九月的说法，他们的火炮沈将军肯定也有啊，弄个10几架过来，几炮轰了算了。但不行，矿洞周围那些被皮鞭鞭打着不停干活的百姓，都是丰原地的子民，都是大齐的百姓。陛下说我是福星，我觉得我何该是财神爷才是。是啊，九月参与的几次事件，荣家抄家超出了几百万两银子，蒋侍郎贪墨一案又是几百万两，如今这么大的一座银矿，九月不是财神爷是什么呀？走吧，先去看看另外一个地方，确认一下到底有多少私兵。有多少？不会超过5000人，还算在九月的预算之内。走吧。鹰一还想留下多寻找点线索，但九月已经转身离开了。此番离开了整整3日，季青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远远的就看到九月回来了，真的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的奔了过去。直到了近前，季青真想给九月一个大大的拥抱，结果九月温暖的唇瓣吐出了几个冷酷无情的字：茯苓子、没药、白术各准备300斤。九月报了20-30种药材名，季青撇撇嘴，还是飞快地进入了状态，迅速地把九月说的药名给记住了。他好想九月的，但九月看起来不是很想他。啊，这药这么多吗？想好了，我教你怎么兵不血刃地拿下所有人。哦，郡主，您已经有法子了。九月不想说话，扯着季青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沈将军和沈宗生也到了，听说九月回来了，父子俩带着2个副将急忙从帐子里出来准备迎接。结果所有人就这么看着九月和季青进了自己的帐子，九月还大声地撂下一句：快，等我睡醒再说。沈将军和沈宗生和九月打过多次交道，九月本来就率真，但看九月半点不着急的样子，很显然嘛，九月肯定是已经有了万全的法子了。他带着小五千里迢迢的来，如今怕是也要捡漏了。跟着九月真是吃香的喝辣的。九月一把将季义清推倒在榻上，扑了上去，埋在季义清的脖颈间深吸了好几口。让我吸血。季义清好笑地抱紧九月，生怕九月从榻上摔下去了。他好想他。3天，九月真的没有怎么休息。这会儿回到了营地，有季义清在身边，真就有种归巢的倦怠感。趴在季义清的身上，几乎可以说是1秒入睡。反正他已经让季义清买药材了，那些药材到了之后，季有情姐妹仨肯定会知道给他处理了的。季家人如今上道的很，少卿也是个极有眼力劲儿的，所以九月压根儿就不怎么安排事情。待九月睡熟了，打来温水，轻柔地给九月擦拭身体，换上他从家里带来的寝衣，
再把九月塞进汤婆子暖透了的被子里。果然，九月一窝进去啊，眉头都舒展了，就是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衣襟。季青失笑，干脆脱了鞋子，将九月拢在怀里，自己则是靠在榻上看暗读，时不时地摸一摸九月的背，可别冷到了。虽说九月没有生过病，但姬青照顾九月照顾得很是细致。这边的英医几人就没有九月那么豪横了，被沈将军请进帐篷里详说探查所得。当听见那个银矿时，所有人都震惊了，难怪养得起私兵，难怪能让大齐官员为他所用。能查到背后之人吗？还需要时间。沈将军在原地踱步，人数倒是不多，但银矿那里有火铳，有火炮，甚至还有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洞穴那里有5000死兵，有没有火铳、火炮，甚至威力更大的武器，这也说不准。等过去了整整一夜，九月睡了个神清气爽，掀开帐帘，先伸了个懒腰，手还没有放下来呢，就和帐子外的3个黑眼圈都要掉到肚脐眼的老头对上了眼睛了。沈将军看到九月，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连黑眼圈都泛着光泽，变成了卧蚕。郡主啊，小五在和他们制定作战计划，我们此番带了1万人过来，全听你的安排。不是沈将军，你未免太看得起我了，你好好瞧瞧我，我像会打仗的人吗？沈将军和另外2位副将爽朗地笑了。来这里的时候，他们知道了九月带人和黑虎寨的一战，那可是大获全胜。黑虎寨被杀被俘了多少人，而他们的人死伤加起来连1/30都不到，更何况他们还要保护拖油瓶一般的文官。这种战役若是放在战场上，那可是够吹一辈子的。郡主啊，你可别谦虚了，我们都知道了。一名副将瞧着九月，那眼神慈祥的，恨不得九月是他的孙女儿。沈将军一眼就看到了这人眼底的算计。你觉得九月为何是郡主？刚想张嘴问问九月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猛地反应过来，之前的功绩不够做公主，此番若是这桩事了，那是否会是公主都未可知了，险些就酿成大祸了。我真的不会打仗，只是有点小计谋，我顶多能做个前锋，剩下的你们安排就是了。沈将军乐了，不管怎么说，只要九月肯出手，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听完九月的话，就连连点头。九月眸光一凝，怎么有种被套路的感觉？罢了罢了，这次的事情结束，我好好的敲风云第一代，不对不起我这个人设。先安排几10个身强体壮的帮我干活。一定要信得过的。我们仨每人都带了30个亲兵来，90个人够吗？九月点头。围个空地出来，别被人瞧见了。沈将军点头。不得不说，有少卿和姬青在，九月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这不，九月到的时候，季家人正在那里分拣药材，季有情姐妹仨把各个药材该分拣的分拣，该炮制的炮制。季家兄弟跟3个小跟班似的，跟在自家妹妹后面屁颠屁颠的做事。季昭眠和季青3不5时的还要考教他们的功课，真就是争分夺秒的学习。难怪季家兄弟能在御前得脸，看看人这家风，瞧瞧人这一家子，个个精明能干，连读书都比旁人要用功不少。少卿看到九月，立刻走了过来。东家，药材太多，全部熬煮出来以后，用瓦罐装的话，瓦罐所需太多，我就买了几10个特制的大桶，把盖子一盖，再颠簸也不会洒太多出来。桶上做了2个颜色的记号，这种桶可以直接背在背上，运送也方便。九月每次看到少卿，真的就有种少卿是他肚子里蛔虫的感觉。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和季家2位大人猜想了一下，感觉应该大差不差，所以就准备了这些东西。要是准备错了也无妨，大人说人都是可以犯错的嘛。你做的很对，我的法子确实和你们猜想的是一样的。九月用几百斤的药材调配熬煮了一种哪怕是稀释过后也会使人昏睡长达12个时辰以上的药水，到时候直接在私兵点的上游直接倒。当然啦，为了以防误伤老百姓，在出山接近村子的地方又调配了解药，只要能够药倒哪怕是1/3，我们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剩下的没有被药倒的全部都杀了。不行，哪怕是叛军，底层士兵也都是听命行事，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底层士兵服了但不杀，将领必杀，还得招摇过市一般的拉回都城去当着全天下的人杀。有九月药水的加持，走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招数。接着沈将军就命人将云岚山几个出口全部都封住了。沈宗生不适合长途跋涉，作战大后方，是以沈宗生用人海战术直接把云岚山给围了，就豪横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随着大桶里黑乎乎的药水往河水里一倒，瞬间没入河水中，3桶3桶的倒，中间间隔了一点时间。营地内的炊烟升起，九月和英一窝在树上，英一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下方，九月百无聊赖地缩在那打盹儿。乱笑起笑也得半个时辰，不知道这会儿看什么呢。随着日头渐升，营地内突然嘈杂了起来，英一猛地直起身子，险些把他和同一棵大树的九月给挤下去。九月几乎是没有任何反应时间的一把抓住了树干，瞬间将自己倒吊在了树上。这就全凭肌肉记忆。九月一个翻身翻到了树上，一脚就把英一给踹下去了。激动什么激动？郡主，成了。九月轻飘飘地顺着树干落到了地上。我的法子能有不成的吗？再等1刻钟，然后下去收人头。后面的士兵惊恐地看着九月。不是，下去捆人。营地内一个接着一个的士兵毫无征兆地倒下，不多时，整个营地乱成了一团。青天白日的，天空中骤然炸起了一束蓝绿色的烟花。众人还在等待九月说出发，结果扭头就见九月举着大刀，嗷嗷嗷边喊边朝着山下冲，然后瞬间就冲下了山坡。首领和头不都是在后面主持大后方的吗？再说了，我们是正规军，这嗷嗷叫的架势都成了猴子下山了。但不知道是不是九月天生就有感染人的能力，瞬间连带着历来就冷清没什么情绪的鹰眼也和那些个精英们一样，所有人抓起自己的武器，一边往下冲，一边嗷嗷嗷的叫着喊着的，惊得山里的鸟兽四散逃离。远远的瞧过去，真以为是山里的猴子下山了呢。沈将军憋着笑，恐怕只有九月才能打仗打出这种奇奇怪怪的动静来了。这一场姑且可以称之为战役的云岚山一战，九月方又是大获全胜，本来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儿。但给俘虏们喂完解药后，沈将军带着人来接收俘虏，发现大家都不怎么说话，营地安静得十分惊恐。打了胜仗不该是高兴的吗？怎么个个都不说话？难道出了什么事情？正好英一从旁边经过，沈将军连忙拦住了英一。英一，将军，你这……英一掩在面具下的脸猛地就红了。这要怎么说呢？说他们看九月喊的兴奋，个个都跟着九月学，越叫越大声，往下冲的时候要叫，砍人的时候要叫，捆人的时候要叫，而且还一个比一个叫的大声，然后就导致跟着九月一起出发的先头部队所有人那嗓子都劈叉了。偏偏领头人九月主打一个参与，光是叫了几声以后，后面就不叫了。九月一边听着英一的声音，一边笑得嘎嘎的，不仅笑，一边笑还一边捂着自己的喉咙，还要故意弄出那种说不出话来的死动静。宝娟，我的嗓子，我的嗓子。宝娟是谁？就不该多这句嘴。九月跟着沈将军等人到了银矿，谁也没有想到原来山竟然会有这么大一个银矿。九月捂着胸口看前面的矿洞，但显然已经被开采了很长一段时间。沈将军看着九月捂胸口，以为九月不舒服，着急地问道：怎么了？心痛。怎么会心痛呢？我马上给你找大夫。你不觉得心痛吗？这么多的银子都被运出去了，你想想，我这次办了这么大的一桩案子，要是没被运走，这些银子没准就可以进我的口袋了。偏偏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九月解释，而后九月就一路丧着脸回去的大本营。季青从远处匆匆赶来给九月庆祝，见人不高兴，忙问了问原因。听见九月这说法，有些哭笑不得。那放在钱庄的银子也不全然是你的银子呀。已经发生的事情，何必去做那些假设来自讨烦恼？
就九月这次督办的2桩案子，那丰原帝不可能会不给九月重赏。毕竟看丰原帝连京郊大营的指挥令牌都愿意给九月，可见九月在丰原帝的心里那是有多么的好用。九月被季义清劝好了，让沈将军不由自主地竖起了大拇指。还得是季义清啊！谁也没有想到，此番出来再回都城，年都过了，福王寿辰也过了，甚至藩王都进城了。九月他们把平太县城的事情收尾，拉着好几车的案牍姗姗回都城的时候，九月一张脸都快要拉成驴脸了。但如今九月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整个都城就没有不认识九月的。实在是2场胜仗，直接把九月的身份拔高了不是一点半点，谁也不会再用孤女或者是民间郡主来说九月了。都说九月是大齐的福星，是大齐的郡主，是百姓的郡主。季昭绵理所当然成了记录官，正6品、正7品到正6品连升2级。更甚者，朝堂诡辩蒋侍郎一案上，让季昭绵一战成名，谁也不想和季昭绵的嘴对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毕竟能睁着大眼睛夸赞九月善良胆小的人，是个真正的狠人。季义清则任吏部郎中，正5品，也是连升2级。但这个任命是丰原帝直接下达的，众人都从这任命中嗅出来点什么。季家这是要飞黄腾达，直达天听了呀！季昭绵和季义清一朝升官，自然免不了应酬，连着被人请了好几日的宴，直接把季昭绵和季义清给喝的呀，看见酒就想呕。最后一日都是都城里，不少和他们年纪相当的各种大官勋爵家的儿孙们，两人都不大想去，但还是不得不去。宴上，觥筹交错间，一个个花容月貌的姑娘娉娉袅袅地走了进来，个个轻车熟路地揽着姑娘。季义清和季昭绵对视一眼，摆手拒绝。那2个姑娘站在兄弟俩旁边，眸底含着眼泪，那副模样一看就让人怜爱。其中一个王侯家的孙子一眼看见，嗤笑了一声：“哼，九月的名气如今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季家兄弟能升得这么快，要说没有九月的功劳，谁信啊？”都在说季家一门双星多么多么的成器。这些王公贵族的儿孙们个个都是心高气傲的，尤其是觉得兄弟俩是沾了九月的光，靠女人的男人那还叫男人吗？这些都是特意找来楼里的姑娘，毕竟他们早就听说过季家兄弟几人了，谁也不会附庸风雅的到青楼里去，那可不得是九月管得严了，连男人的尊严都没了。司马，季大人这是担心回去了以后郡主说嘴。季义清和季昭绵的脸都沉下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反驳，一人大笑出声。想不到季大人竟然还是个妻管严啊！不行啊，季大人，男人嘛，就该把女人踩在脚底，任她是郡主又如何呢？夫为妻纲，这不过是喝2杯酒，季大人都不肯赏脸，莫不是他回去交不了差？连床都上不了啊！季义清拳头猛地捏紧，说他可以，但是说九月就不行。刚要张嘴，季义清的眼珠子转了一下。义清同郡主伉俪情深，为何要将郡主踩在脚底啊？她是我的妻，我理所当然应该呵护她，爱护她。妻管严就是妻管严，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作甚？罢了，你们说义清是妻管严，那就是妻管严吧。季昭绵看了一眼季义清，二弟何时居然会这般伏低作小了？上了马车，本来有些微醺的季义清立刻在身上洒了不少的酒水。季昭绵看季义清的操作十分的不解。你这是干嘛呢你？大哥呀，你还是早点成亲吧。这和成亲有什么关系呢？季义清淡笑不语，没多久两人就到了季家。小厮将两人扶下了马车，季昭绵扭头正要和季义清说话，就见季义清往大门里看了一眼，刚刚还生龙活虎的人立刻变得虚弱不堪，甚至脸上还隐隐的有点委屈巴巴的表情。这到底怎么个事儿啊？这是。季昭绵再抬头，然后就见到九月从大门走了出来，带着点不高兴。怎么又喝这么多？
季青踉跄着，险些站不稳。不是，你刚才明明比我站的都还要直啊！季青被小厮扶着跟在了九月的身后进家。刚跨进大门，九月扭头就看了一眼季青，然后又看向了季昭眠。大哥，谁欺负你们了？季昭眠看了一眼季青，只见这人委屈巴巴的表情更甚，小心翼翼地看向九月，那模样，季昭眠真的就是第一次我见犹怜地形容一个男人，而且这表情分明是刚刚宴上那被拒绝的舞女表演的，被季青活学活用了。哇，这还真是长见识了。但是我说二弟啊，这你到底要大哥怎么配合你了？你吱一声啊，你倒是，谁知道你这般做派究竟是要做什么呀？大哥可是没有成婚，不懂你们小夫妻之间的情趣。这季昭眠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主要是他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季青也没和他通气儿啊。九月恨铁不成钢的瞪了一眼季昭眠，没有。苍了个天哪！有月飞雪啊，真是比窦娥都冤呐！随后，明明看起来气冲冲的九月转头去扶季青的时候，动作十分的轻柔。季青撅着嘴，十分委屈，又带着点不自觉的温弱。学到了，现在要这样才能取悦自己的媳妇儿了。夫妻之间的情趣难度已经拔高到这个地步了吗？这成亲真的好可怕呀！九月一路揽着季青的腰往屋里走，季青紧绷了腹腰的肌肉，力求绝不让九月摸到一丢丢的赘肉。下人被拦在了屋外，九月今日十分有耐心的给季青擦脸什么的，温热的水汽把季青的脸蒸得软软的。九月捧着季青的脸，手感颇好，不自觉地揉捏了几下。季青抬眸，九月就只见到季青的眼眶里似乎还含着水汽，可怜巴巴地瞧着他。这人是妖精吧？真是美色误人啊！怎么了？有人说我。谁？就今日宴请我和大哥的公侯子孙。这些人真是活腻。季青的眸底一闪而过的喜色，妻管严就妻管严，他媳妇儿可是九月，他会告状。季青慌忙摇头，没事的，不过是为说几句，没关系的。九月看季青委屈成这样，还要给那个人说好话，哪受得了？说话间就想起身去揍人。哎呀，真的没事的，他们就是些纨绔子弟，被家里人给宠坏了，说话没有个把门的。要是有人能够好好的教导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哎呀，说起来，他们都是公侯子孙，只是这些人没有好好的教导，伯父侯府怕是后继无人了。九月眸光瞬间亮了，他想起了件事儿。你说你要弄个什么特训营，那是什么东西？九月手里拿着份名单，全是九月逼着季青写出来的。季青委屈巴巴的把那日宴请他和季昭眠，嘲笑他和季昭眠的所有人写了个详详细细，一个没漏不说，还夹带私货，还和季昭眠补上了几个老是给他和季昭眠使绊子的大臣的儿孙。我从桃花村回来的时候，兵部的有个大人看我把人管得服服帖帖的，说叫我分享一下怎么管人的。这不，我想着分享不如实践，不如找几个爱玩爱闹的公侯子孙，弄一个特训营出来，至多3个月就能瞧见效果。到时候有人记录什么的，让兵部和各位将军瞧瞧，看看我这练兵的方式可行不可行。练兵？若是个个都练成九月这样子，这大齐怕得直接成为天下霸主。可行可行。九月瞅了一眼风原帝嘴角翘起的诡异弧度，还是说了一句实话：和我比不了，能赶上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也够军营里的将士所向披靡了。你的嘴角还是老是平着吧。要不是看九月那嘚瑟的样子，风原帝都怀疑这人是结巴了，一直在那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但九月有这个心，风原帝自是十分支持的。九月的本事不说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了，他只要愿意传授，哪怕是小拇指大小一点，也够这些公侯家的纨绔们受用一辈子了。这名单
有什么讲究没有？啊，有啊，这些人嘴贱的要命，欺负我家季青。不是，我为什么有种好好走在路上被人踹了一脚的感觉？你出去！噎得慌。九月不疑有他，拱手臭不要脸的开始要钱。那陛下给我批点银子呗，别走国库了，从你私库出。我这次出去一趟，少说给你赚了几千万两。那银矿……嘿，怎么有人把要钱要得这么理直气壮的？批，地方和银子随后就给你。谢谢陛下。对了，我都这么尽心尽力的给您训练人了，每月得该有点俸银吧？不说多的，我是从一品的郡主。不对，您之前说要让我当公主，郡主府我就暂时不去住了，到时候公主府修好了住公主府。公主是正一品吧？正一品的大官每月拿多少银子啊？九月在那掰着手指头算，他怎么可能知道？他只是在思索要多少不容易挨揍，毕竟他马上就是有封号的10亿的公主了，要多了丰原帝肯定不会给，要少了他不高兴。愁啊愁，早知道在家里就想好了，要不每个月要个1000两，好像有点少了。丰原帝还蛮大方的，经常赏赐的都是上万两，那就每个月1万两。可行。李峰死死地咬着下唇，丰原帝额头的青筋都冒出来了。他缺银子吗？这小崽子晚上怕不是要睡在银票上才睡得着吧？哦对，灵苏县大雨还薅了朕3万两，3万两。九月在那掰着手指头，丰原帝猛地站起来，在那转着圈的找东西。陛下，您找什么呢？丰原帝呵呵一声，华丽丽的从书案底下抽出了一根竹棍，还是紫竹棍。我的天！九月捂着屁股转身就跑。丰原帝真的是第一次，特意命人给他准备了紫竹的棍子。哼，浮尘哪儿打得动这小崽子？哎呦！太子久违的感受了一下父爱，九月溜太快，太子来了正好就挨了一下。太子最近喜气洋洋的，这进宫准备和丰原帝说侧妃也怀上了，太子妃顺利产下了一个小皇孙，丰原帝喜得险些大赦天下，要不是顾忌着那般太招摇，大赦的圣旨都险些下来了。随后东宫接二连三的有嫔妃怀孕，这不侧妃又怀上了。丰原帝已经见怪不怪了，没见他身体好的都能抄着紫竹棍追着九月打屁股了吗？太子捂着手臂，委屈巴巴地看着丰原帝，却还是站在九月的身前，怕九月被揍。这棍子打人还是有点疼的。九月躲在太子的身后，鬼头鬼脑地探了个脑袋出来。来，你过来到朕跟前来说。不要，你要揍我。你自己说说，这次从灵苏县回来，朕给了你多少银票？九月记不清了，反正不会低于10万两，加上那10车的宝贝，数都数不清楚了。你缺银子吗？好啦，那我不要了不就成了吗？小气。然后直接被丰原帝追着跑出了院子。丰原帝给九月的赏赐早就超过了俸银不知道多少了，九月就是薅习惯了。九月此番的特训营动静弄得颇大，整个都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九月的特训营，有那心思活络不在名单上的，各种找门路想要见一面九月，把自家孩子塞进这个特训营。凌月带着凌墨在季家门口转悠了好几天，少卿都看不过眼了，主动上前去询问。这一问才知道，凌月想让凌墨也进特训营。凌月不嫁了，他要招婿。如今的凌月以九月为榜样，若是他也能同九月一样有能力有本事，没准可以闯出另一片属于他们凌王府的天地。少卿熟练地拿出记录本登记，凌月看着少卿写下凌墨的名字。凌月鼓起勇气，咬咬牙道：我也想参加。少卿哦了一声，又记录下了凌月的名字。好的，2个人一共是400两，我们上门收还是？女子也可以参加吗？郡主，我们东家不也是女子吗？更何况我们此番也收了30多个女子，而且女子为何不可以？
灵王和灵王妃知道灵月也报名了那个什么特训营，气得险些晕过去。灵月跪在地上，我要让灵王府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不想一直龟龟缩缩的过日子。我们林家祖上能和开国皇帝打天下，我们林家就守得住这份荣耀。嗨，是父王老了，鼠目寸光了。你们去试试吧，若是真的能拼出一番天地，也不枉身为我林家后人了。每个报名的人都给了一份告知书，3个月不得探视，不得回家，最后的最后是一份生死状。不少人看到最后的生死状打了退堂鼓，渐渐的这件事就闹到了朝堂。丰原帝书桌前堆着半人高的奏折，全部都是参9月的，说9月肆意敛财，大肆招收民间人士，练私兵，就差把9月要谋反摆在明面上了。丰原帝头疼的捏了捏眉心，他什么时候开始给9月擦屁股的，他自己都忘记了。另一边放了2本书，这是什么？郡主特意送过来的账本。什么账本？嚯，好家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哪些人给了他200两银子，真是就差着明晃晃的摇着手绢和丰原帝说，看呐，我在敛财呀，一人200，童叟无欺。这小崽子，这又是什么？郡主说这本……说什么？说让陛下您晚上躲被窝里慢慢看。什么鬼东西？这小崽子莫不是不知死活的给朕送了一本春宫图，非拖过来把他屁股打成16本不可。然后丰原帝边想边翻开，第1页就明晃晃的写着，他年近古稀，说不准还有1、2年就要致仕的礼部尚书，每日都要喝人奶。丰原帝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被炸了一下。哎呀，好的好的，他威武雄壮，长得像个熊一样的兵部尚书，最喜欢穿着大红色女装，在家中摇着手绢和夫人玩角色扮演。这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啊？这小崽子真的是皮太痒了，竟敢编排朕的大臣们。陛下，郡主说给您写了一封信。丰原帝接过来，3两下就把信给拆开了。陛下呀，书上写的都是真的，这是第1本，等我让人多收集点这种给您分享啊。哦，我可没躲人的床底下，这些都是我暗月阁的人收集的。暗月阁专门收集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好看吧？我也觉得好看。好东西当然要给您分享了，不用太感动哦。这人会不会写信啊？难道他在宫里见天的给季义清写信，就写的是这种玩意儿？短短1页纸，丰原帝不自觉地看了3、4遍，好像看到了9月鸡贼的小模样，然后和他摇耳朵小声蛐蛐的样子。不过暗月阁，英一听完英一说的，丰原帝真就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了。原来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话和根本没放在心上的人，竟然可以从中收集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信息。英一这段时间一直在收集暗月阁的消息，本来就是这2天就要告知丰原帝的，没想到9月主动说了，丰原帝似乎也没有半点的介意。英一长出了一口气，他对9月有着天然的好感，很是喜欢这个小辈。本来还想着这件事儿到底要如何和丰原帝说的，如今这般也还好，毕竟他是丰原帝的人，不管什么消息他都会主动告知丰原帝，这是忠。想不让9月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这是义。你如何知晓这些的？在平太县的时候，是郡主主动告知于臣的。臣看到郡主身边主管郡主事务的那个少年，真乃一奇才，总是能想郡主之所想，郡主所没有想到的，他也能率先想到郡主的前头去。臣已经查验过了，本意是收集完了告知陛下。2位介大人也是，对于郡主很多好想法，总是能够第一时间执行落实。这个暗月阁的初衷。说着，英一还小心地瞥了一眼丰原帝。是什么？郡主说他要拿着这些把柄，就没人能欺负他。有人欺负他了？哈，
这是重点吗？不是陛下，您重点偏了呀。没有，郡主说是以防万一。再说了，就9月那心呢，谁可以欺负他呀？再次确认丰原帝没有怪罪9月的意思，英一放心了不少。郡主还说，若是以后臣要什么信息，可以同他出银子买。这个小财迷！陛下，郡主这……无妨，他什么都不瞒着朕，是真没想过要探听什么。更何况，你们以为只有9月养了这种人吗？朕不说，他们就当朕不知道。他们在私底下养了多少这种探听消息的人？他们敢像9月一样摆到朕的面前来吗？不过是心虚和问心无愧的区别罢了。难道当初蒋侍郎的案子也是他从这些不起眼的信息中探寻出来的？9月和他手底下的人当真是奇才啊！如此说来，朕真是期待他的训练营了。若是真能把纨绔子弟都训成国之栋梁，9月当名垂青史。待此番训练营的事情了了之后，你安排鹰眼的人和9月学一学，这收集信息的本事用好了，什么北蛮南蛮边疆的人还有什么可乘之机吗？这事儿让太子去做，若9月能为太子所用，按月额也就能为太子所用。不过是明码标价的事儿，有的酬劳总比无事献殷勤的好。不过还是要和小崽子说说，别什么消息都往外卖，他若缺钱的话和朕说就是了。英一点头，屋内几个人都知道丰原帝这是在给9月找靠山，也是让太子知道即使他不在了，9月也是他可以放心用的人。丰原帝在心里大概是真把9月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了吧。还有他相面之威的本事，能多交点就多交点，大不了朕的司库再出次血。对于9月，丰原帝自9月将他身上的毒解了以后，真的对9月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好在9月从未让他失望过，事事同他说就算了，半点不贪恋权力。回城的当天，火急火燎的进宫，明面上是来和他邀功要赏赐的，他转手就把能够指挥京郊4大营的令牌还给了他，还气呼呼地插着小腰说：“我真的不会打仗，下次这种事可千万别找我啦。”明明他嗷嗷嗷地叫着冲下山的时候还爽得不行。9月此番动静实在是太大，那些自视甚高的老臣还把9月的告知书给放到了丰原帝的案前，看样子怎么也要对质一番了。丰原帝做了一大堆的准备，甚至御医都来了好几个。虽然这些个老臣们有时候迂腐得很，但都是朕的肱骨大臣，轻易死不得，可不能被那个小崽子给气出什么好歹来。但等9月奉召前来的时候，丰原帝看见9月身后跟着的季家兄弟还穿的不是官服，乃是合规制的常服，意思就是我们今日不是官，就是大伯哥和丈夫。丰原帝无语，季兆民很想捂脸。9月说他可以狗仗人势了，问题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分清楚他到底是狗啊还是9月是狗。不少老臣看到季青和季兆民脑子都嗡了一下，这兄弟俩一个沉稳温润，嘴毒的自己舔一口怕是都得把自己给毒死了，一个看起来文弱，实则每次辩论之时角度刁钻的他们根本就招架不住，且这人很多时候都会挖坑，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掉进了陷阱里。再看前面那些雄赳赳气昂昂感觉要来干仗的须臾郡主，几个老臣不知怎的眼睛一黑，默默地在心里祈祷：今日能全虚全意的回家就行了，其他的不强求了。至于孩子们的诉求，听天由命吧。两方对峙，9月这边就3人，而大臣这边站了一排又一排。丰原帝莫名的有种9月是小可怜的感觉，直到他盯着说话的兵部尚书，眼睛滴溜溜的转，嘴角都快要压不下去了。丰原帝快要无法直视兵部尚书了，满脑子都是兵部尚书的虎背熊腰，满身肌肉，身穿红色薄衫，摇着手帕喊着客官来啦来了的画面。9月可是亲自给他示范过，那差点挨揍才消停的。
如今九月悄咪咪的和丰原帝对视了一眼，本来没觉得怎么好笑的，但越是严肃的时候，一旦和好基友对上视线，那真就是不能忍啊。丰原帝连连深呼吸了好几次，根本不敢看九月，视线就是老是往九月的身上瞄。一对上，糟糕，忍不住了。丰原帝把笔往地下一摔，飞速的弯下腰去准备捡。那一刻他都忘记自己是皇帝了。然后李丰跪在地上，和张着嘴大笑却不敢出声的丰原帝在书案后对上了视线。陛下，老奴若是说自己瞎了，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呀？一众准备和九月唇枪舌战的大臣看着空空如也的龙椅，他们的陛下呢？九月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生怕自己笑出声来，结果憋狠了，直接憋得眼泪汪汪的。季义清和季昭眠本来还准备等这些大臣一个个的说完了再据理力争的，结果兄弟俩扭头，只见九月眼泪汪汪的瞧着他们。完蛋了，干他丫的，媳妇都哭了。然后接下来所有人就看着季义清突然火力全开，管他对面是公侯还是123品大员，照喷不误。尚书大人，您这话说的不对啊，什么叫做郡主敛财啊？一人200两那叫敛财吗？那您见天的让布庄往您的府里送上好的红色天蚕丝1匹700两呢，布庄是否收过您的银子呀？那您是敛财还是贪墨呀？满口胡言，我给了银子的，你怎么会知道？还有这种事儿？尚书大人，您府上常年养着乳娘，还常常四处寻新的乳娘，府上真的有那么多孩子需要养吗？这就不骄奢了。就是。礼部尚书老大一把年纪，险些把胡子给扯掉了，猛吸了一口气，人就往后倒。季义清飞快地上前，健壮的双臂直接扶稳了礼部尚书，然后持续输出。郡主又没多收，况且此事全凭自愿，郡主可是从未逼着您给钱，您大可不把孩子送到特训营啊。您如何能昧着良心说郡主是为了那3瓜俩枣？郡主在蒋侍郎贪墨案收缴了多少赃银？平太县一案中还寻到了一处银矿，我们郡主何曾缺过银子？之所以收银子，不还是为着你们着想？就是。各位家中的孩子个个大器晚成，乃是国之栋梁，郡主替你们看管，生怕磕了碰了，这般尽心，不收点银子，你们的良心肯定过意不去。郡主这是为了大家着想，才寻了个借口收了那么一点点的银子，结果呀，竟被各位大人说成是敛财，郡主何其的冤枉！就是。怀疑这俩玩意儿拐着弯的骂他们的娃，这嘴好想给他堵住呀！什么叫为他们着想？这黑的都被说成白的了。季义清扶着礼部尚书叭叭叭输出的样子，让在场的几个大人都艰难地咽了咽口水。礼部尚书真就是一时间想晕都晕不过去，鬼知道季义清按着他哪个穴位了。他从未如此清醒过。季义清一人站在御书房，舌战群儒，说的颠倒黑白，真让人有种吃了粑粑吞不下去吐不出来的感觉。说完了，季义清突然哀嚎了一声，啪嗒一声就跪在了丰原帝的面前。季昭民条件反射地跪在了旁边。陛下，郡主一心为国为民，更为了各位大人着想，孰料却被如此污蔑，郡主冤枉呀！他要说啥来着？光听季义清说话去了，准备好的全部都给忘记了，最后只能说就是。说的我自己都信了。6月飞雪啊，陛下！下次若是和北蛮打仗，就把这俩玩意儿丢到阵前去，气不死北蛮那些野蛮人。那你觉得应当如何呀？9月捧着一兜子的银票，在马车里笑得嘎嘎嘎的。今日收获颇丰，之后还挨个到那些个大臣家里去收银子去了，美其名曰看管费。季义清凭着一张嘴，愣是每家多收了500两银票，还让9月收获了一堆的赞美，什么郡主大义，郡主巾帼不让须眉。哎呀，想不到我竟然做得这么好。嘿嘿，我们9月做得很好，别听那些大臣胡咧咧，他们就是又想要孩子从你这儿学到真本事，却又不想让孩子吃一点苦，也见不得你好。
苍天呐，这喜欢上一个人，居然会变得这么可怕的吗？最后还是风原地拍板，说9月的特训营结束后，可以让特训营的人和禁军或者是京郊大营的精锐来一场对决，才算把这些老臣们给解决了。不然风原地真担心，他得给那些个气得脸白脸黑的大臣收尸。对决的事儿，带我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安心啦，就算陛下不说我要让他们来验收一下成果的，到时候可有好戏看。季青捏着9月的手指把玩，小心地看了眼9月的大眼睛。没苦了，看样子是过去了。9月的眼泪就像是个开关，直接让季青火力全开，谁来喷谁。沈宗生毛遂自荐到9月的营里做教员，他对9月的练兵方式也十分的好奇。虽然腿还不能跑跳，但坐着轮椅教导点兵法那还是可以的。劳逸结合，9月没怎么拒绝。是以今日沈宗生特意把9月约到了酒楼宴请了一番，感谢9月倾囊相授。刚上2楼的楼梯，正要过拐角，斜方突然冲过来一个身穿白袍模样清秀的男子，慌不择路的就跑向了9月。少卿和沈宗生一惊，却见男子直接跪在了9月的前方的位置，不停的磕着头。郡主救命啊！郡主，你是何人？话音刚落，男子的身后突然就跑出来几个健壮的大汉。参见郡主，这男人欠了我们的银子，我们特来追缴，我们马上就带人走，马上就带人走。是你们看我要为魏母治病，当掉了家传玉佩，哄骗了我的玉佩去，更是要将我卖去楼子里。哦，原来是恶霸欺凌貌美少年呀！虚玉郡主最是心善，肯定见不得这种事。求郡主救命！求郡主救命！草民愿做牛做马报答郡主。9月低头和少卿耳语了2句，少卿惊讶了一下，但还是立刻点头离开了。哎呀，这男人好福气啊，竟遇上了郡主。小季大人去马爷的位置，怕是要不保了。这人一看就是故意的，也就郡主心善才会着了他的道。沈宗生看了9月一眼，觉得9月收下这人可真是对不起季青，招来小厮让人快快去寻季青过来。9月睨了一眼身后不动手，就看着男人跪地磕头哭泣的大汉，扬了扬下巴。沈宗生莫名就理解到了9月的意思，立刻搬了个凳子过来。9月往那一坐，似笑非笑的看着地上磕头的男人。郡主是要买这个男人回去了？9月不语，只轻飘飘的扫了几人一眼，然后反手一抽，直接把沈宗生腰间的长剑给抽了出来。郡主，谁也不知道9月抽长剑是要干什么，却见9月在男人再次磕头的瞬间，剑尖直抵男人的喉间。男人被吓了一跳，沈宗生也被吓了一跳。郡主，9月并未刺入男人的喉咙，而是用剑尖把男人的下巴给挑了起来。就这个抬头的模样，那张脸撑得上是绝色。头再往右偏一点点。郡主，这人的做派似乎有点眼熟啊。偏头，停！沈宗生在呢。像吧？像什么？像季青。郡主的意思？刚刚那个角度最是像季青。你说什么？却听哐的一声，男人磕头撑在地板上的手被9月的剑尖直接穿透，死死地钉在了地板上。谁派你来的？周围混着嘈杂的声音，直接把9月吵得心烦。9月啧了一声，直接将男人身后准备逃路的男人一脚从楼上踢到了楼下的桌子上，生死不知。闭嘴！虚玉郡主好生生猛啊！简单粗暴。沈宗生立刻让人将男人身后的几个大汉给围了起来。谁派你来的？郡主，草民本是青州安和县杜家村。9月不听这些，抬脚就是一踹。9月走了一步，一脚踩在男人的伤手上。谁派你来的？男人满头大汗。北蛮的人吧？郡主，他是细作。我立刻让人去。京兆府办案，闲杂人等退避。沈宗生猛地回头，就看到常常跟在9月身边的少卿带着京兆府的人来了。
京兆府尹跑得满头大汗，少卿可是拿了9月的令牌来的，他可不得亲自来。北蛮的细作，回去审审，别弄伤或是弄死了。啊？9月扭头看向沈宗生。后天特训营开营第1天，这是我们的教具。什么？教具？对啊，教具。刚刚9月不过是看了这个男人几眼，就确认了这个男人是细作，立刻就安排了少卿去找京兆府的人来。难怪没有看到少卿，先我还以为9月是为人美色所惑，是我的不是。生病这段时间被懒了不少，还用那般阿杂的念头去想9月，是我的错，甚至警惕性都没有了。哎，不该呀，不该呀，是我的不是，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误以为。9月睨了沈宗生一眼，沈宗生低着头，很诚恳的道歉，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很不该。难怪9月对季家兄弟和对旁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季家兄弟永远都站在他身后，永远相信他。别整天脑子里不知道装的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人哭得可怜就先入为主了，小心被吃的骨头都不剩。郡主教训的是。身后看热闹的食客直接被9月这么一句话给说得脸红了。虽然没有说他们，但刚刚他们和沈宗生的想法是一样的。还以为小季大人的骏马爷位置不稳，可郡主压根没想那些。这一眼就瞧出男人是用美人计的别国细作，哎，不怪人能当郡主呢。记得提醒京兆府的人除一除毛。啊？你当初种的媚，他身上也有。季青，9月上了马车，直接扑进了季青的怀里。回去告诉你们少将军，郡主我接回去了。小厮行礼退一下。你怎么来了？武少将军让小厮来寻我，我知道你在这儿，我就来了。其实那小厮来时慌慌忙忙的，只说9月要救下一个貌美少年什么的，那模样活像9月要红杏出墙似的。但季青不急不忙的把事情做完了才来，不过是因为他知道9月不会，他给了9月全身心的信任和爱意，9月回报了他同等的信任，爱意也在逐步增长。若是随便来个什么貌美少年就能让9月抛下他，那9月就不是9月了。9月啊，永远都是那么的优秀。当然了，相信是相信了，和我来这里是不冲突的。毕竟外面的小妖精那么多，他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危机感的。开营日，9月和兵部借调了500人，直接把整个营地围了起来。但除了有报到证的人，父母并不被允许进入。告知书上也明明白白的写了，除却本人，什么丫鬟小厮一个不准带。那谁伺候他们吃饭穿衣梳洗？几个夫人在那和守门的护卫据理力争，非要把小厮给自家孩子带进去。年轻人就缩在父母的身后，看着父母冲锋陷阵。9月一身黑色劲装走了出来，凌厉的气势一扫而过，几个夫人莫名的噤声。连吃饭穿衣这等小事都自己做不好，来什么特训营？回家去你娘怀里抱着你娘吃奶去吧。郡主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9月懒得废话，只看了眼少卿，少卿点头，确认了，是有报到证的。拖进去。什么拖进去啊？把什么拖进去啊？9月一声令下，在城里被各处恭维的各位公子世子什么的，被护卫拖着脚直接拖进了营地。一个护卫拖个2个人都没问题。爹娘，救我，救我呀！我不去了，救命啊！我不去了！吵死了！话音刚落，9月单手执鞭，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只感觉一只黑耗子窜了出去，随后永宁侯府的小世子就被捆住了脚，哗的一声，直接倒吊在了营地的门口。再好就和他一样，登记了名字没来报道的，可别劳累我一家家的上门去请，后果你们肯定承受不起。所有人都有种上了贼船还根本下不去的感觉，来也不是，不来也不是。果然啊，他们还是太不了解9月了。在9月这里，只要挂上名字了的，那就是他的了。就和丰原帝之前心里想着要给9月赏赐，没给，那都差点被9月说。所以只要登记了的，就都是他的特训营的学员了，一个都不准跑。